有一些的这一位车手是现在换人了的那一位，看起来应该是要换人来跑第2棒了。王一博要上了。是这一节的练习赛还剩下不到25号换上王一博之后，已经驶上赛道。这应该是王一博本周末第1次正式的驾驶赛车驶上赛道进行试跑。出来应该后边有快车，要稍微的。刚才应该已经过去了。应该过去了。是。就是这里，画面左边，这就是之前我们说到的临时改道规则的4轮出白线的地方，因为外侧是一个非常宽大的柏油路的一个缓冲区。王一博出来的第1圈还是要稍微的小心一下，因为这个时候他对于赛车的抓地力，对于你每一次给油到底轮胎滑不滑，你重刹的时候赛车到底会不会出现前轮抱死，都是一个未知性。是，包括自己这个油门刹车踩的，到底是需要踩到底用力的踩下去，还是稍微带一点油这样过弯，其实它都是需要去适应一下，包括适应一下这条车。我相信他来这里之前都已经在模拟器上或者在画面当中无数次的通过各种各样的视角领教过宁波赛道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布局，怎么样的过弯。但是任何的练习，这边重刹，一瞬间赛车就在滑，他有预判的在救车，因为这一次第一速度不快，第二他的这个方向控制还是比较及时的。等会儿看有没有回放刚才的这个9号弯的一个重刹。给的很明显，他的赛车在重刹的一瞬间，因为你的整体的重心是要往前，好，马上给到回放，就是这里，重刹的一瞬间，因为你重心在往前，打着方向，赛车就在往外去甩，但是还好速度不是很快，还是能够控制住。对，我觉得出来的前3圈都不用冲，这边要小心边上有台车，旁边的应该是肖敏的赛车，还是非常快的，让过了后面的这台车。这是山顶了。之后进入到全赛道最难的地方，也要当心一下前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积水。我觉得这里是难地方，芝芝觉得这里你心中宁波赛道最挑战性的地方是不是也是这里？我是这个下坡带弯，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难的，而且特别是我一再强调这个雨季的这个情况下面，就是即使是不下雨的情况下，有可能这边也会是容易出事故的地方。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当时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曾经和一个朋友打赌打输了，然后被一个朋友逼着在赛道上跑了1圈，然后也是非常的难。对，当你行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下坡都让你觉得可能会随时摔倒，更不用说你的赛车会以至少180的速度去冲到这个弯角，你带着刹车，你带着转向去过弯，你还要去冲速度的时候，难度是非常大的。这边是稍稍有一些。应该是3号弯这边，对，因为有时候你的转向，当你很清楚现在的转向有时候会滑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也不敢太猛的打，因为的话你太猛的打会加重你的推头这个感觉的，你宁可它冲出去再救回来。我个人的驾驶风格就是当感觉不稳的时候就把它停下来。其实我也是，对，因为这个时候你本身的当你发现赛车的转向无效的时候，你本身第一反应就是先放回这个方向，然后点刹车，先让赛车先尽可能的回到你的控制当中。这边呢身后又来了一辆车。因为这种速度情况下，你可能需要2到3圈才能够将轮胎温度、刹车温度提升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后面的闪灯应该还是要把它放掉的，没有问题。7号弯，这边是10号弯，10号弯是一个向左的这个直角，马上是一个之字形的弯角，11、12，这边开始上坡了，是一个连续5个弯角的上山的一个过程。其实现在对于王一博来讲啊，前方有车，其实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就不失为一件好事啊，因为他其实也可以跟着前方车看一下他们怎么跑，他们的线路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作为一个自己的参考。而且前方的车如果在某些地方有一些小的这种摆动啊，他自己也可以注意到。对，这台兰博基尼328号，现在的工人就在甩，暂时还不能动，要等身后的车过了。对。其实刚才在过弯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控制方向，但是出弯的时候油门就给他了一点点。说明这边赛道其实还是湿滑的。声音应该就是这里，在2号弯的入弯处，有赛车应该是打完，看能不能抓到一个回放的画面啊。这边又是王一博，这边还在进行一个
单圈的一个试跑。是。一点一点的提升，这已经比他刚开始的出来这圈要快一些了。包括他现在已经出弯，更早的给油，最后的这10几分钟对他来说非常的宝贵。是，还是让后方的车辆先过去。其实我们说，无论是从车手评级来讲，还是我们说从车手的经验来讲，我们可以说，简单的把车手分为专业的 Pro 和绅士的 M， 也可以把它分为金级、银级、铜级，或者说这类的这种级别。但是我们说，王一博作为一个他并不是从专业车手出身的这样一个他们现在红旗的话，所有车辆都要回去，是马上回到维修区里面。这样的话，85号的试跑的时间又要被压缩了，因为根据规则来说，练习赛不会停表，是，而且处理这个车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是，它一个是现在砂石地里面，它可能本身是已经没有办法借助自己的动力回来了，那么就需要我们赛道的工作人员去介入，那么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看看有没有回放，915号是怎么冲出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像王一博回到P房之后，他现在马上就是赶紧要把刚才出来的这几圈他的感受，赶紧去和车队去沟通一下，是看一下从车队工程师的角度，他还有没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再做得快一点，或者某些情况下他可以再靠近极限一点，因为毕竟你是要比赛的，毕竟你是要把这些赛车去往快了推的。是，这边就是这个巨大的下坡。拥有巨大落差的这3个弯角，红旗了。是，现在他应该所有车手也是看到红旗了。对。那么我们也是需要他们尽快的回到维修区里面啊，这边回去了。维修区这个白线要限速，不能超。一旦超的话，是根据你超了每1公里都要罚，应该是罚200块钱。是要罚，要进行一个处罚。F1 当中有时候会见到你超了0.1，是，然后罚你。1000欧左右，所以我们其实罚的贵了哈。所以我们其实会看到，就是特别是在维修区的白线前啊，这个大力的刹车，甚至会冒出一些这个刹车带来的这个白烟啊。是的，今天无论是天气下雨还是维修当中有很多我们的特别来宾能够近距离的观看比赛，大家都要注意安全，都要顺利的观赛，顺利的。完成本周末这样一个难忘的旅程。现在大家还是要回到维修站进行一个简单的要等待赛会的通知啊。我们注意到方俊宇也趴过来了，也是有跟他一些交流。对，因为这个时候方俊宇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车手，他在这样的一条赛道当中，哪怕是雨力驾驶，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个时候他就要给到一个最直接、最重要的指导。是，其实我们镜头这边前方，其实我们看到在维修区的出口这边是有几个牌子的。在最左侧应该就是那块湿地牌。对。但是其实今天现在的这个赛道的情况来说的话，不知道后面2节的练习赛会不会还是继续在一个湿地的情况下进行？因为现在这节跑完之后，暂时就会进入到一个中午休息的时间。是。如果不下雨的话，赛道会逐渐的变干。那么到了下午，我们还会有，应该是China GT的。继续的这个练习，也会有4小时跑车耐力赛的练习，也会有领克杯的第2次练习。你看下午应该会有5节比赛，如果不下雨的话，赛道跑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赛道的温度究竟会上升到什么程度，这也是我们关注的点。但是因为今天的气温还是比较的低，所以光靠这个温度让这个赛道蒸发变干应该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可能还是需要去就是有车子在场上跑，然后把水给带走。对，场上跑的话，可能很快就能够跑出干地。是的，而且今天的风其实也是挺大的。但是风大一方面呢，可能够加速这个赛道的情况变好一些，但是其实对于赛道温度来说呢，会有一些影响。然后与此同时呢，这个如果风太大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车辆行驶也会受到一些，就不停的在尝试一个新的这个线面。大家要进行一个等待，毕竟只要没有停表，还是有机会最后时刻再。去哪怕跑1-2圈，但是宝贵的数据。但是这个915号赛车已经回到了维修区里面。对，那么应该就是应该要恢复了。
是已经放车了。那大家应该还能再跑大概4圈左右，宝贵的时间。我们看到85号赛车应该是要把大家都放走，给他一个比较好的干净的窗口，是的。这边应该是也可以驶出维修区了，但是车动了。这样的话给他前面留了一个足够的空间，让他可以前后都比较干净的情况之下，去进行自己的一个试跑。因为这个时候还是要给到王一博足够的一个自由度和一个比较再扫一次再吹一次都会帮助赛道更干，而你越干就会跑得越快。这当中可能1个弯道就会快半秒，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差距。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王一博看这个过弯就已经逐渐接近到了一个正常过弯的速度了。他现在当他了解这台车，了解了赛道状况之后，他就心里有底，你敢于去一点一点的把速度提起来，一点点的去接近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圈速。虽然今天的比赛对他来说时间比较有限，但是下午预见当中还有偏干地的2次练习，2练和3练。这都是他在排位赛前非常宝贵的一个训练的时间。是的。那么其实我们也是预告一下，这个下午的这个第2节的练习赛会在1点钟开始。对。其实也是只留了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给到我们选手去稍稍的调整一下，然后马上就可以紧接着这个热烈的状态去进行第2节的练习赛。因为我觉得挺好，因为如果这当中穿插别的比赛的话，当然不是不可以，只是大家可能对于一些还在对于宁波赛道熟悉过程当中的车手来说，他们可能会一下子面临完全2种差别比较大的赛道状况，可能适应起来这个有点大脑过载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情况。而你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方式结束比赛，1小时之后可能赛道变化不是很大，继续逐渐的跑到干地，然后你再做一个干地的时间，一点点的既收集了比赛逐渐赛道变干当中你的一个感觉圈速的提升，你也能够既练了雨地也练了干地，这是一个可以说性价比很高的一个自由练习。没错，因为的确现在还不能预估明天的排位赛以及正赛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现在所有的选手们来说，我们的那个第1节自由练习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过呢，我们说，其实雨天只要跑到干地，你的速度其实每一个弯角都会快的。所以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车手的驾驶的过程当中还是非常复杂的情况。你既要考虑赛道的一个熟悉程度，也要考虑温度、轮胎、你的个人的状态，还有赛车的一个状况，到底是不是都能够在某一要考验，不仅是车手，还有车子和车组的这个配合，也是会是一个影响比赛成绩的一大因素。是。王一博还是要借助最后的时间，哪怕多跑1圈，这都是非常宝贵的驾驶时刻。现在除了610号刷到第1之外，也没有人最后时刻再刷到更好的成绩。1练基本就这样了，这也是这项赛事阔别一段时间，一个全新的面貌回归到车迷视野之后第1次正式的亮相。我们也是期待着本周末神达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来到宁波的季前热身赛，能够在2练和3练的周5继续的向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个精彩的赛事的展现。当然明天的排位和正赛也将会非常的重要。在这之前，今天下午还有2个小时，这是车手们唯2去适应这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的因素的机会了。是，现在我们看到维修区这个进口这一条，好像有一些地方也是已经干了。对，因为它比较低嘛。是。它是一个下坡。不管怎么样，王一博的这半个小时的试跑没有犯任何错误。而且他的旧车还是有预判性的，说明他本人也非常的小心。是这种谨慎的态度是非常非常正确的。这个时候不能太着急。是因为其实还是后面还有时间留给他，所以其实也是要谨慎一些的驾驶。对，那么这边1练结束，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成绩。610号的车组愉快和徐浙峰现在是1分52秒752，这个成绩放在干地也不是特别快，毕竟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变干。是，而且赛道温度比较低。之后的车组都是在稍早前赛道还比较湿的时候做出的成绩。方俊宇和王一博的85号车组排在第2位，而身后李涵予和欧子阳依然和他们
的车组差不到0.3的差距，而91号的申健排在第4，915号的潘登和杨孝伟排在第5位，51号的肖敏排在第6位，而71号的王永杰和卢开罗排在第7位。是。庞绍元、李思成和邢彦斌、吴瑞华这2个车组2号、68号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成绩，他们应该。我觉得有可能啊，是预见到今天不会下雨，是，所以他们对于雨地的数据好像并不是特别的想要，甚至有可能觉得明天可能也不会下雨，做了这么一个赌博，是赌一下。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错，因为你每一次就像调教一样，你的数据、你的一个偏向也是在赌，你赌对了，可能是因为其实今天这个条件的话，说实话，它的雨也不是特别大，然后又可能会变干，然后包括后面的这个条件也可能会不一样嘛，是，所以其实参考的意义可能他们会觉得不是那么的大。是的，好。